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。今天我們來聊一個我覺得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哦。為什麼有些人明明有機會可以選擇自由，卻反而會渴望不自由？你可能會覺得追求自由不是人的本能嗎？是，沒錯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有時候臣服也是一種本能。我跟你分享一個真實的故事哦。在北京有一位大學教授，他的人生可以說是被當時的體制跟政策給徹底毀了。因為戶口的問題，他跟家人被迫分隔兩地，他的孩子們也因此錯過了上好大學的黃金機會。但最讓人想不通的是，即使他自己的人生被犧牲了，這位教授終其一生最大的願望，竟然還是成為那個體制內的一份子。很多人聽到這裡，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洗腦嗎？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個答案，那就真的太小看人性的複雜程度了。因為這個問題的根源它不只在政治學裡面，它更深層的答案其實是藏在人類的心理學裡頭。所以今天我們要借助一位大師，就是德意美籍的心理學家埃里希·弗洛姆，還有他那本超級經典的著作《逃避自由》，來一步一步拆解這種看似矛盾的心理。我們要先了解一下弗洛姆這個人，他的背景非常重要。他出生在德國的猶太家庭，所以他是親眼目睹了納粹是怎麼樣一步步崛起的。最後，在1934年，他被迫逃到美國。所以這本書說穿了，就是他對自己內心一個巨大疑問的回答。那個問題就是：為什麼我的人民，成千上萬的德國人，會心甘情願地擁抱法西斯主義，主動把自己寶貴的自由交出去？弗洛姆提出了一個可以說是相當震撼的核心觀點。他說，現代人的自由其實是一把雙面刃。你看哦，他確實給了我們前所未有的選擇權，但同時他也把我們推到一個你必須自己一個人承擔所有後果的境地。那種感覺是一種非常深刻的孤獨感，還有無力感。而人們為了擺脫這種幾乎難以承受的恐懼，就會不自覺地啟動3種心理上的防衛機制。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點，這也是最直接的一種機制，叫做權威主義。弗洛姆把這種心理狀態稱為權威主義，它的本質是一種心理上的共生關係。也就是說，當一個人感覺自己太渺小、太孤單的時候，會下意識地想要把自己融入一個更強大的存在裡面。這個存在可能是一個領袖、一個國家，或者是一種意識形態，目的就是為了逃避那份獨自一人的孤獨感。這就像是一個在黑暗中會害怕的小孩子，他會怎麼樣？他會緊緊地抓住爸爸媽媽的手，對吧？為的其實就是那份我們在一起的安全感。那更有趣的是，弗洛姆把這種關係比喻成一種施虐跟受虐的心理契約。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哦，它指的不是物理上的暴力，這是一種純粹的心理狀態。你看，跟隨者，也就是所謂的受虐方，他會主動放棄自我，把做決定的權利交出去，用這個來換取安全感跟歸屬感。而那個領導者，也就是施虐方，他需要透過支配、控制別人，來確認自己的強大，同樣也是為了逃避他內心的孤獨。所以你會發現，這兩邊其實是互相需要的，他們共同形成一個很穩固的共生體，讓雙方都不再需要自己一個人去面對自由帶來的焦慮。但如果一個人他找不到可以融入的權威，或者他融入失敗了，那有些人就會走向另一個更黑暗的極端。接下來我們就來談第二種機制——破壞的衝動。什麼是破壞性？弗洛姆認為，當一個人成長和創造的生命力被社會現實給嚴重阻斷的時候，這股能量就會整個轉向負面，變成一種想要摧毀外部世界的衝動。這其實是一種很悲哀的自我補償，他想要透過摧毀外界的一切，來換取一個我還能掌控些什麼，我其實很強大的短暫幻覺。這個心理路徑大概是這樣走的：首先，個人的生命力，比方說他的事業發展、自我實現的通路被堵死了；接着，一種強烈的無力感就跑出來了；最後，這股無處宣洩的能量就轉化成了攻擊性，要麼指向外界，或者更糟的是指向他自己。這種破壞性有2種面貌，向外的
就是我們現在在網絡上常常看到的那些不是為了討論，而是只想否定一切、砸爛一切的所謂噴子文化。這背後其實就是一種無力感的極端宣洩。而向內的破壞就更隱蔽，也更致命。它可能會表現為成癮、憂鬱症，甚至是自我傷害。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，也是我們要談的第三種機制。而且這一種可以說是現代社會裡面最普遍也最隱蔽的一種逃避方式，叫做自動化的遵從。弗洛姆稱之為機械式趨同，用我們現在的話講，其實就是隨大流。它的核心是，這個人不再努力成為他自己，而是像一隻求生的變色龍一樣，無意識地讓自己融入周遭的環境。他會完全採納社會文化提供給他的人格、思想和感覺，用這個方法來徹底消除自己與眾不同的那種孤獨感。這種心態的潛台詞，如果我們把它說出來，大概會是這樣：如果我的想法、我的選擇都跟大家都一模一樣，那我就肯定不會錯，我就安全了。你看，表面上你以為自己可以自由思考，但實際上大家都在不自覺地追求同一個標準人生劇本。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，這種機制可以說是威力被演算法給無限放大了。你想想看，當演算法不斷地推送給你同質性的內容，不管是那種溫馨的勵志影片，還是激昂的仇恨言論，久而久之，你就被捲進一個巨大的同溫層裡，直到最後，你甚至都分不清楚到底哪個想法是真正屬於你自己的，而哪個只是演算法餵給你的回音而已。好了，分析完這三種逃避自由的機制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沉重。那出路到底在哪裡？難道自由注定是一種我們難以承受的負擔嗎？關於這一點，弗洛姆也給出了他的答案。弗洛姆在這裡做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區分，他把自由分成了兩種。第一種，我們叫它消極自由，也就是免於什麼的自由。這指的是擺脫外部的束縛，比方說掙脫傳統、掙脫權威的枷鎖。這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步，沒錯。但問題來了，當你掙脫鎖鏈之後，突然發現自己是個人，孤零零的，那種焦慮感就會馬上衝上來。所以，我們還需要第二種自由，而這才是真正的目標，叫做積極自由，也就是去做什麼的自由。它指的是你要主動地去創造、去愛、去理性地思考、去實現自己的全部潛能。所以關鍵點就在這裡。如果一個社會它只給了人民打破舊枷鎖的權利，卻沒有提供一個能讓他們好好實現自我的環境，那麼人們最終還是會因為無法承受那份孤獨，而用他們好不容易得來的自由去交換一個新的、更舒服的枷鎖。這就是逃避自由的真正循環。那麼，我們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走向積極自由，成為一個真正的個體呢？弗洛姆給出了幾個方向：第一，培養理性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，不要什麼都信，不要盲從；第二，去從事生產性的工作和創造，在動手做的過程中找到你自己的價值；第三，跟別人建立基於平等和尊重的真實連結，而不是我們前面提到的那種互相依賴的共生關係。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你要學會忍受一點點因為與眾不同而帶來的孤獨感。這一點或許是我們現代社會中最困難卻也最珍貴的一種能力。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我們談到了弗洛姆提出的三種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：權威主義、破壞性，還有最普遍的機械式趨同。而真正的解方在於要從消極自由走向積極自由。這就回到我們每個人身上一個最核心的問題了。你可以靜下來問問自己，在你的生命中，哪一種恐懼對你來說更強烈一些？是孤單一人的恐懼，還是失去自我的恐懼？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就決定了你會選擇奔向自由，還是讓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